我们两个当初就是因为爱情在一起的，当初有多少爱，现在就有多少恨。其实，在婚姻当中吧，每个男人都不希望老婆对自己有任何欺骗，我也是一样的。我希望老婆对我是知心相待的，可是他没有。结婚之后，他总是翻旧账，然后后来我们就不停的吵架，之后忍无可忍，我们就离婚了。离婚之后有些后悔吧，而且我俩离婚之后吧，都没有彼此离开对方，都没有离开这个家。离婚之后，他的所作所为，我真的无法忍受。我觉得他是在报复我。其实他对我伤害很大的，我现在吧这样的情况也是他一半造成的，真的，我也挺痛苦的。我们现在还是生活在一起，但是我不知道是为了爱，还是在互相折磨。接下来你们将碰到的是一对已经离异的夫妻，大家看看怎么帮他们支招。来，掌声有请。男主人公小李29岁，来自黑龙江，是一名工人；女主人公小梁26岁，同样来自黑龙江，是一名导购。来，有请两位。依然还是那口密码箱，装着是他们彼此并不了解对方的一个秘密。愿意把那个秘密公开吗？愿意。因为经历了很多事儿，所以咱们来话断说。我们先说说婚前吧。婚前我俩是2011年认识的，我俩处对象那时候，他一直跟前男友保持联系，后来是越来越过分。怎么个过分法？有一次就是他那个上网聊天，我看了一眼，感觉是个男的，我就问他是谁，他跟我说是他朋友，问他是男朋友女朋友，他说那用你管。然后当时我就感觉很生气，后来我过一会儿跟他说我能把他删了好吧，他说我删他，就这种语气你知道吗？我接受不了。是这样的，我俩认识的时候是5月份，然后我俩只是朋友。那时候我有男朋友，但是已经分手了，然后偶尔会打个电话、发个短信什么的。然后他就特别在意。其实那时候我跟他没有那个情侣关系，他就耿耿于怀。他说的很不对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说件事儿，他家楼下有一个大娘，结果人很不错，就把他那个侄女介绍给我。然后我就同意了，同意之后，然后她那时候有男朋友，她姐姐是我家邻居，你知道吧？我俩通过聊天，就是感觉我对她感觉印象很不错，然后她对我印象也不错。我说那个咱俩回去之后，相互跟那个我介绍这个，我跟她说不行，然后那个你跟前男友分手，她前男友已经是她前男友你知道吧？已经吵架了，吵架完之后，然后闹得很矛盾，他俩已经分开了。我认为我可以给她我可以去安慰她，去照顾她，所以说我想跟她在一起。然后我就跟那个小姑娘说了，我说那个妹妹，咱俩真的不合适。然后我挺伤人的，你知道吧？小姑娘听完之后哭着走了，而他却没有结束呢。干嘛耍人吗？这不是坑人吗？听明白了，等于你们俩一开始的时候都各自有对象是吧？我那个不算对象，我那算是别人刚介绍的。我那已经分手了。好吧，那你们还有联系？这是在婚前就唠了这么点事儿是吧？还有其他的事儿吗？有很多。我对他那时候是全心全意投入的，衣服鞋什么都给他买，吃的也给买，我尽量去满足他，因为我爱他，就为他付出一切，而他没有那么对我。有一次就是说他打电话没人接，然后打他单位去了，他说那个他打电话落家了，然后我一听我就去他家了，给他就是取完电话给送去的。在过程之中你知道吧，手机响了，有3个短信。发的什么呀？说妹妹是不是生哥哥气了？叫妹妹，难道我俩就之间已经分手了？你就是这么小心眼，你不知道吗？我接着就问了，我很好奇了，就她既然跟她前男友也没断，你又这么生气，你干嘛要娶她？你什么时候娶的她吧？2012年2月27号，我记得很清楚。你们俩认识没多长时间吧？半年。都发现她跟前男友没断，你又那么在乎，你干嘛跟她结呢？爱他。我当初跟他结婚的时候，就是他家庭条件也是很一般嘛，然后我就是喜欢的这人，就什么都没要，什么彩礼啊、婚纱呀，无所谓那些，我就想跟他在一起。对。婚姻中应该有很好的调整吗？还是就这么打打闹闹、鸡飞狗跳？我俩结婚以后就是天天吵，没有不吵的时候。为什么吵？就是以前我俩处对象的时候，前男友给我打个电话、发个短信这些事儿，没别的。然后装修房子也是我家人，就是从老到少，就是我家人，就是我奶、我爷、我爸、我妈、我姑、我婶、我弟全去帮忙，他家人一个都没看到。这个首先是我家出的房，我爸出的钱装修，但我爸我妈确实很忙，单位走不开。而且离得很远，不方便。这是钱的问题吗？我爸我妈累成什么样了？为装修这个房子。你爸你妈辛苦我也看到了，我也心疼，你知道吗？你心疼？你什么时候心疼了？我不说不代表我心里不难受，明白吗？那你怎么不觉得我妈好呢？我觉得你妈好，但是你说这些问题，你妈太惯着你了，明白吗？你妈不惯着你吗？都惯着，因为我是独生子，我爸真的把我当成他的一切。你说你比我大4岁，你什么时候让着过我？
等于装修的问题也打仗，对吧？其实碰事儿就打仗，是不是这意思啊？也不能那么说。你说我俩就是说因为再说一件事情，那次我们俩坐公交车，然后一开始他脑袋正我胳膊上，我跟他说我俩是很开心的，你知道吧？然后我也手里欠，我推他一下。然后他推我一下，后来演变成了吵架。我跟你说过很多次，你下手真的很重。我真不是有意的，我本身我就抗疼能力比较弱，你动一下我就很疼的。然后他都不信，他每次打我都很疼，然后我打他之后他就生气，然后就爆粗口骂人。我打他一下，他不分任何时间任何地点，不论是在公交车上还是在大街上。你指的动手是真的打你，还是说夫妻之间闹着玩？他动手，他认为只是推一下而已，其实我已经很疼了。哦，明白了。像他跟你弄急了，你会回娘家吗？他就特别小心眼儿，结婚以后他总看着我，他就说他是落下这病根了，他现在这样是我造成的。我当时我对你什么样心里没数吗？你不让我回家呀？对，我对他那时候真的很认真，我非常能付出一切，明白吗？我不认真吗？结婚之后我不认真吗？不，结婚之前你对我的那种态度，你对我的做法，你知道吗？咱俩的爱情就是一栋楼，明白吗？高层，明白吗？地基没打稳。地基没打稳，你为啥要盖高层？让你盖了吗？你盖好之后，你每天都在扒，是你在扒，不是我扒。啊，先冷静一下啊！你们俩婚后的生活是不是就这么打打闹闹？几乎天天如此。那你们在什么时候离的婚？结婚半年就离了。2012年9月份。谁提出来的离婚？我提出来的。当时因为什么事儿啊？就去离了？因为有一天晚上，我俩打算一起去网吧包宿。他喜欢玩游戏嘛。呵，29、26啊，还玩游戏，还包宿啊。他玩，其实我不玩，家里有电脑，但是他不想在家里，他就想去找网吧那感觉，你知道吧？然后我就陪他去，他忘带身份证了。忘带身份证之后，我说那我就陪你玩，我把我身份证给你，开一台电脑在旁边看你玩也行。然后他不玩，就因为这点事吵起来了。为啥呀？这个？因为我不想让他自己看着我玩。后来越吵越严重，越吵越严重，他就说离婚吧。那天他都拿那个刀砍菜板，你知道吧？我就特接受不了。他说话很过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俩一吵的时候，他感觉，如果说我说一句一，他可以说二。比方说我骂他，他会骂我。而且就是说骂急眼了，说我说你再闭嘴，不就我踹你，他说快踹我呀，就这样式，你知道吗？我感觉我都快疯了，我感觉很生气，我就想发泄一下，我就拿那个菜刀剁下菜板，就这么就离婚了。后来我父母来了，父母吵起来了，然后你们两家的父母吵起来了？是的，他父母坚定认为就是必须得离，他妈也说让我们俩离，你们就离了。离了，这不都离了这么久了，你们俩今天怎么又来了呢？就是离婚之后，就是一直也是在一起。不是。也不是一直在一起，就是偶尔会在一起。因为我这，等于是离了婚，你也没搬出去是吧？搬出去了。那怎么叫在一起呢？但是我对那家有留恋啊，那是我爸我妈亲手装起来的。你会经常回家是吧？对。哦，那你呢？因为放不下他。他找别人了。啊？但是他离婚，他可以找别人嘛？对，找别的女人，然后经常往那家里带嘛，我就特受不了。不是你不是跟他分开了，你有什么受不了的呢？我受不了，那是我家呀，就是你可以带到别的地方无所谓，但是我一进那家我就特受不了。哦，就等于他又谈恋爱了，把家里带女人。对。那你住那个家吗？我住我妈家呀，就偶尔我回去，比如说他今天要回来，他就会说你回家吧。就把我撵走了。如果他就是那些女朋友，他觉得不称心，或者是真不喜欢，他会想起我，他会给我打电话说想我了之类的，就对我呼之即来挥之则去。回来离婚之后，他也有了男朋友。是这样的，他就是离婚之后嘛，他也说大家已经离婚了，对方什么样已经跟自己没有关系。即使他就是离婚之后找别人，其实我也管不着，因为那是他的自由，毕竟我们已经离婚了嘛。但是他让我接受不了的一点就是，他离婚之后怎么样都可以，我离婚之后如果有男人喜欢我或怎么样，他就特生气。不是你们俩还天天打电话骚扰你啊，或者怎么样？你们俩又不住一起，你有男朋友，他怎么知道呢？有一次我俩去北戴河，去干嘛去了？我想跟他和好，想跟他好好在一起。然后那时候我们俩在一块儿，然后出去玩是干嘛的？他那个男朋友给打电话，他俩唠嗑，我听不下去了，然后我出去了。出去之后，然后我就是外面坐了好长时间，回去还在打电话。后来我感觉心很难受。然后我就没吱声，后来我俩吵起来了。其实我觉得我现在还是放不下他。那你干嘛谈的？嗨，其实我这样式的也是出于一种，我感觉是一种报复心理，我也不知道因为什么。不是你处对象怎么是报复心理？报复谁啊？他一直有观点，我一直接受不了，明白吗？他什么观点？有一次就是我俩在一块吃饭，他跟我说，只要没结婚，我有选择的权利。带我处对象，我也可以认识别的男生。这句话我一直不敢认同，你知道吗？
哦，只要爱一个人，处对象的话，也得全心全意的付出，明白吗？而我你那是在，就是他已经逼问我很多次，就是我俩处对象的时候，他也拿这事儿吵。所以你现在的逻吵到一定辑就是，你可以跟他处着对象，还可以爱着别人，是吧？不是，因为他那时候有对象，我感觉心里空虚。啊，然后后来就你们俩比赛是吧？他有个对象，你也得有一个。就是一种报复心理，我比不过认为他就是一种报复心理。我可比不过他。你谈了几个？我就认识了一个，然后还没多长时间就分了。他呢？我不知道几个了。几个呀？3个。其实真的，我认识那些，我感觉都不如他的一半，因为只有他才是真心对我的。如果当时我俩不吵架，你什么时候有不吵的时候？你能不吵吗？我说一句，你说一句，能不能我说话的时候你让着我一点？就没有让着我的时候，你就不能对我多包容一些吗？我错了，其实就是我。我觉得婚姻挺恐怖的，真的。你也挺恐怖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看，还小心眼儿，到现在还是让不了。来吧，看看老师们怎么办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因为你所有的倾诉啊，我实际心里很痛苦。孩子，你被你家惯坏了，懂吗？你根本就不会面对生活。你们多么美好的一个家庭，你不去珍惜它，以后再不要这样去做了。你伤害他等于伤害你自己。他4年呢，你给他4次说话的机会总该吧？他小你4岁呀，让他说4句，行不行？然后你再想想再说，就不会有冲动。男人因为原则不放弃是对的，其他的这些小事情生活上，根本就不要把它当那么大的事情去做。你弄反了，完全丢着西瓜去跑芝麻去了。我现在问问你们俩，到底婚姻是什么？婚姻就是一条路，走错了。一条什么路啊？吵架的路啊？还是辖制别人的路啊？其实我就是想跟他在一起平平淡淡，两个人在一起就是柴米油盐酱醋啊，一天过不用挣多少钱，只要够生活，不吵不闹就可以了。对，这多单纯多简单的一个需要，可是这点需要都不能满足，这是什么问题呀？你不知道你要负什么责任，你也不知道该怎么样，完了最后还挑剔他。哎呀，怎么能轻易的说离婚呢？你看造成你们多大的痛苦啊！你找了仨，他找了一个，你说你们还要复婚？因为处了女朋友之后，我感觉心里还远放不下他。你还感觉？你还凭着感觉吗？你凭感觉他没有那个胆量再嫁给你啊！你想报复他就找2、3个女的，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想感觉怎么样怎么样，这你自己苦一辈子你都苦不明白。闪婚闪离，婚前其实有很多问题不知道解决，婚后出现的问题又不知道妥协，所以接的非常的容易，离的也很随意。8个字儿：不清不楚，糊里糊涂。在你们2个人之间的关系没有弄清楚之前，到底之间你们还有没有爱的时候，又去对别人付出了爱。你们想想你的那个3个女朋友，这1个男朋友，你们对他们负责吗？我觉得现在出现在你们当中最大的问题就是2个人都非常的自私。我听到男生说的最多的就是我记忆很深刻的是什么什么，说的全都是你对他做了什么，他对你做的哪些不好，你记得非常深刻。女孩也一样，一个巴掌是拍不响。你们刚才在舞台上是你来我往，我丝毫看不出你有什么为对方多想一些的。爱情是什么？婚姻是什么？你们在刚才那个状态里头根本就不配去谈婚论嫁，你们不知道如何在爱情当中相处，如何应该付出包容诚意都不知道，糊里糊涂的就接了，人马上又离了。所以我的建议还是你们可以再试着去了解对方，试着能不能想的是对方的好，自己念的自己哪不好，这样你才决定你们俩是否能够走下去。在没有搞清楚你们俩之间的关系的前提下，千万不要再开始另外一段感情。离婚不离家，离家还想他，想要一起过，却又不容他。一个喜欢挑逗，一个喜欢战斗，一个糊里糊涂，一个睚眦必报。有爱吗？我相信是有爱的，但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是有爱不知道怎么爱。
我特别喜欢养那个君子兰，每次都被我养死。我还喜欢养金鱼，我看别人家金鱼特漂亮，也都被你养死。都被养死，死的一条都不是，不知道怎么养，不知道怎么养我就去学，但问题是你们在学的过程当中却又无法自控，而无法自控是最可怕的。其实不想就着你们两人的事儿说事儿，而想就现在的一些家庭说事儿。现在的一些父母是该交的不交，不该给的拼命给，房子给你弄好，车给你买好，房子给你装修好，问你们俩结婚吗？其实他们俩一开始也未必想结婚，但是一看，你看什么东西都弄好了是吧？结婚好像也挺好玩，那就结吧。于是就结了，结了之后孩子父母还可以带。总而言之，就是现在有很多夫妻之间没有真正履行过作为丈夫和妻子的义务，没有履行，都是父母在履行。可以说，双方的父母那4个人分别做你们的丈夫和妻子，你们彼此根本就不是互为夫妻。男的没有担当，女的没有包容，还喜欢挑事儿。来呀，你打我呀！来，你打我呀！拱火。是他每次动手之后，然后我才那么说的。是啊。我掐你，信不信我掐死你？我说那你掐死我吧。是啊，所以你就来呀，你就掐死我吧，你就不能不说话。不能。当然，毫无疑问，男生的问题是主要的，他根本无法控制。就是我要是爆了，我就一定要点爆，爆了之后我再说道歉，维持不晚。但是你知道，你爆了之后你爽了，别人为什么就要接受你的道歉呢？人不能控制住自己是最可怕的。夫妻之间。其实说句实在话，说容易也容易，说简单也简单，但是最起码有最基本的尊重吧。如果连尊重都没有了，何谈夫妻？就这样吧。我过去一直认为啊，世界上有2样事儿需要教吗？第一样事儿是吃饭，第2样事儿是求偶，这是所有动物的本性，它不需要教。后来突然意识到了。实际这个求偶和真的建成一个家庭之间是有一个很大的距离的，家庭是一个学问，真得去学习。我就建议啊，先从做普通的人际交往开始吧，慢慢来吧，冷静下来想一想，你要什么样的生活，你就去找那个跟你有着共同想法的人在一起。别哭了，30岁的男人，坚强起来吧。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，想清楚。说真心话，说实话。来，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其实我还是爱你的，虽然做那些错事，咱俩经历过失败的婚姻，但是我对你的爱还是真的。其实婚前那些事情我都不想了，只不过咱俩吵架的时候，每次都是我也是不让着你。不想为什么总提呢？因为解气，懂吗？气谁？气我吗？感觉自己很幼稚，你知道吗？我感觉自己很幼稚，想过自己的问题，感觉自己很失败，明白吗？那对不起你，希望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想想吧，我会对你好，对你家人好，我会付出我的所有，真心的对你。我相信你是爱我的，你的太自私了。唉，换箱子去吧。回去吧。来，请关门。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，看好他们复婚吗？看好选择接受，不看好选择反对。来，各位请选择。现场有76.92%的观众朋友不看好，还有23.08%的观众朋友是看好的。他们自己是怎么选择的呢？5、4、3、2、1。杰利亚提醒您，精彩栏目稍后继续。杰利亚提醒您，精彩栏目马上开始。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就是爱你爱着你。来，我看看箱子。男生的秘密是什么？你得藏一多大的秘密，能把这女生给留出来？女人有的时候确实太感性。我从没和你求过婚，我知道你特别遗憾，好多错过的事情。
如果你能再给我一个机会，今天我就向你求婚。你那里面没东西？我没有秘密。来，有请校花童，有请有请。谢谢你们俩，请回请回。感谢杰利亚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一个套装的一个礼盒，在送这个礼盒给他的时候，希望你在心里能对你爱的人说，爱要有你才完美。同时要感谢智生活想人生科沃斯机器人提供的价值3980元的地宝680一台，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，希望你们今天从零开始，好好的在一起。对不起，亲爱的，跟你在一起时候我小心眼，不像男人，真的，我知道自己错了，我希望你能原谅我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陪你一直到老，好吗？你要送是吧？啊，其实我告诉你，没那么严重的吧？所有的东西都没有用，主要这颗心改变就行了，好吗？谢谢陆老师。请回吧，祝福你们。